色泽金黄、外焦里嫩的炸栗黄，大家都非常爱吃。可是想要做的美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本期健康新时代特别邀请中国烹饪大师孙大厨，教您用最简单常见的面粉、生粉和鸡蛋，调制出黄金比例的脆皮糊，让您轻松做出专业级的正宗味道。你想知道这脆皮糊的黄金比例是多少吗？你想知道能让栗黄表面光滑、口感香脆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吗？炸制栗黄需要用几成的油温呢？不只是这样，学会了这种秘制脆皮糊，您还可以用来做炸里脊和锅包肉等菜品，绝对是您家庭烹饪的绝妙法宝。孙大厨带来的第二道菜是具有非凡营养的肉末海龙筋。来自南极的海茸，脂肪含量极低，是三高患者和减肥人士的最佳选择。你想知道这海茸到底是什么吗？它还有哪些营养呢？怎样能烹出美味的口感呢？一切答案尽在本期的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那最近呢，我们收来很多观众的热线哈，很多观众都反映说，炸栗黄这道菜呢是一道传统的鲁菜，也是在山东一带呢经常家喻户晓都会做的一道菜。可是为什么到自己手里就炸不出来那种外面酥酥的、里面软软的口感呢？那今天就给你请来一位大厨，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位大厨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烹饪大师孙日福，孙大厨来喽，欢迎孙大厨。大家好，孙大厨今天教我们炸栗黄。其实说起炸栗黄，我觉得这个菜啊，听上去太简单了，不就是把它一炸吗？不，这个炸从火糊到学料到火候上，这个基本功跟它的技术水平含量太高了。你看含量太高了，这是一道大菜。大厨烹的第一道菜是炸栗黄。那么关于栗黄有什么样的营养呢？今天解答我们的营养健康的问题是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健康老师主治医师顾平顾老师，欢迎你，顾老师来了。大家好。顾老师以前吃没吃过炸栗黄？吃过，在饭店呢，好像炸栗黄呢是属于特色菜。自己做过炸栗黄吗？自己也做过，但是比较失败，炸干了，炸干了，因为那个火候真的不太好掌握。没错，那今天栗黄准备好了，大厨你打算怎么来做它呢？炸栗黄用到的主料有海蛎子、面粉、生粉、鸡蛋。首先吧，我们要选用这个深海的把这个栗黄，海蛎子，我们的海蛎子，把海蛎子壳去掉，比如说它的肉类就叫栗黄。栗黄传统的一道菜，炸栗黄。那么这个海蛎子们今天选的吧，比较肥比较大。你看，我一看这个肥海蛎子就特有食欲。对，其实生吃它也是行的。对，基本上生蚝，南方人喜欢把它叫蚝，咱们喜欢也有叫牡蛎，其实我们喜欢给它起个名字叫海蛎子。对，这个把这个海蛎黄吧，首先吧把它去壳，然后吧用那个清水吧。把它把这个壳是碎壳，把它冲洗干净，冲洗干净下边我们就开始把它腌制一下，就冲洗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叫腌海蛎子，对，稍微加一点盐，不要加的，你这么一点点盐，对，不，因为它本来是海鲜的嘛，在海里炸的嘛，就毛毛细雨的小盐，再加一点味素，加一点味精因为太腥了嘛，再又加一点点料酒，去一去腥，然后把现在开始抓它了，把它腌制一下，进味儿。您讲哈，其实这时候我们的腌制呢是太简单了。腌制的时间吧不简单，不能用手过重啊，用手过重了会把这里边的黄吧捏碎了。你必须温温柔柔的来处理这个黄，顺着它的力量。顺着它的劲儿，滑的来滑去，把它腌制。即使是顺着它的力量，你也是沿着一个顺时针的方向的。对，要不能把它碰碎了。然后吧，我们一边腌制一边和糊，调糊吧。首先我们选用这个生粉要多一点，一般就是说这个150克的玉米淀粉，150克，150克的面粉。然后面粉吧，就是说这个。有这个20克，面粉20克就行了，再加。然后吧，取一个全蛋，打一个全蛋，这个全蛋，哎呦，您用一个全蛋，一个全蛋。其实你看哈，我们这边这个感觉有点像和面的感觉，和面对，和手擀面的时候。对，然后吧，我们要用这个水呀，把它这个面吧，把它搅匀了。我打断一下您大厨，今天咱炸的是栗黄，比如说咱在家里做别的菜的时候调的糊，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子调？对。就是比如说您做什么糖醋里脊啊，包括锅包肉啊之类的，对，是不是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对，
都是这一个壶，都是这一个壶。对。但是我觉得你做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软炸的时候要做这样的？要是炸那种比较硬的，不是，这就是脆的，就是脆炸的，脆炸的，对，就是炸的这种口感。对。哎，您瞧，我们大厨在处理这壶的时候，它水不是一次性加足的，对，它是跟着感觉走。对，这么资深的大厨都不是很有信心的，咵把水直接放进去了。它这个什么？它这个和这个壶吧，它这个加的比例跟这个使用的食材吧都是一样的，跟炸里脊。但是它的稠度不一样。稠度不一样。为什么说稠度不一样？这个要稠一些，因为它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里脊含的水分比较少。你那个里脊那个壶是一条起来之后稀溜溜的一条线。对，现在吧，你海蛎这吧，里边包的黄也是水一堆水，你现在下的水分也是一堆水。出来所以说如果你和的这个壶过于稀了，那你炸的效果就失败。没错，难怪呢。你看那个出水的那个感觉。所以咱在家里它这个比较要稠一些。要很稠。你看，就是调起来之后，它有点很不情愿的这个壶往下淌。哎，对，哎，是有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看这么简单的炸地黄，这个壶很关键的。关键，看到没？这个壶就是现在这个最好的状态了。为了就是说让它这个炸起来外皮光滑，脆度完是能好一些。我们要我们加少许的生花生油。你看。一汤匙，一个半汤匙吧。加一点酱，加点这个油下去。对，在面糊里加一点生。加油吧，它会起什么作用呢？它会起到炸出来这个表面原料，这个产品的原料表面光滑。而且它脆度吧要脆。也叫脆炸糊、脆皮糊。就是这个。其实你看大厨，我们在家里面要做糊的话，也来点油。挺好的，放一点油，对，然后就皮看着比较光滑。炸起来非常光滑，是它的脆吃起来很脆，那多好，很脆。加上油以后吧，把它这个搅匀了就 OK 了。好 ，OK。然后锅内倒油，好，来点油，锅中。今天的油呢，也是健康新时代给您推荐的，那就是青岛胡姬花的古法小炸花生油。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因为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非常适合家庭烹饪。希望你在家里试试青岛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好嘞。这边我们的壶呢调的差不多了，一会儿我们大厨在炸它之前呢，先得给这个海蛎子，也就是说这栗黄呢上一点这个糊。对，炸吧它有两种方式，你现在吧也可以，就是炸的时间吧，油烧开了也可以这么站着炸。您是站着，也可以站着炸，但是吧也可以，把它就是说，如果是说这嘴里速度快的话，炸的量多的话吧，也可以用手来抓着它炸，也可以。那今天用您最专业的方式，用手来炸，用手吧。OK。那其实你要说起这个炸栗黄的话，其实这个油温的火候掌握，它的炸这个栗黄为什么在家里炸不好？要不熟，要不炸的里边就没法。炸干了，对，口感影响。所以说它这个一个是这个糊的这个技术上面有一定含量。看它包的这个糊吧，这个厚度厚或者是薄，挂不住。这一个吧就是油温吧最好吧一定要有8成以上的油。8成以上，就是说一定要非常高的油炸来炸，不要说时间近炸，要速度要快炸。要快炸，很生猛的。好，看这基本冒青烟了，冒青烟吧，咱们就开始可以开始炸。这个速度都相当快。你看，大厨练过的好。你看一个一个放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气泡起的特别多。是，对。可以用筷子炸，可以用筷子蘸。用筷子给我们展现，在家里面用筷子来怎么做呢？我们来一点点蘸一点汤就好，放进去。哎呦，滴了汤汤，你看这样就可以了。好，它粘液比较多，没错，比较滑。就是这个糊呢，你就是贴它一下这个糊就可以了。对，来来回回的这样一蘸，放进锅中，非常热闹。其实，在节日期间，或者是我们在家庭聚会啊、老人过生日、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可以试一试这种感觉。对。不过我觉得小孩子吃栗黄是非常好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牡蛎是含锌之王啊，的确，锌元素是最高的。锌呢可以促进孩子的发育，对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讲呢，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殖能力，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也是不错的。所以锌呢对我们的味觉也很好。比如这2天没有食欲啦，可以吃一点这个，提高自己的食欲。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栗黄它本身还有一些能够壮阳的物质，对，是有壮阳的物质，所以可以促进人的生殖啊。
没错，生殖生育。过去的时候，海蛎子只有贵族才能吃到，对，你看深海里的。以前我们在羊脂球中就看到一些贵妇来剥这个海蛎子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时候生育能力下降，贵族啊，他是低产的，所以呢，他们吃这个呢来提高他们将来呢能多生后代。对，我们的立黄要复炸一遍，复炸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厨？复炸的烧完烧开油完以后，复炸。复炸就是说等到第一遍成熟之后让它加脆，是吗？对，为了它让它进一步的脆一些。脆一些。就是炸一下，然后炸一下吧，这个炸立黄的时间吧，这个炸的放在里边的时间不要过长。过长以后吧，里边这个水分不要流失太多，吃起来以后吧不嫩。然后把它都捞出来控油。对，捞出来控油以后吧，主要是为了这个复炸，复炸让它的外表吧脆度能脆一些。好，油温上来之后再开始炸一下它就可以了。对，这油温出油的时间吧，要比一开始下锅的时间的油温还要高一层，还要再高一点。其实现在海蛎子已经熟了。对，因为它已经熟了，就是为了就是说。就是进一步的让这个外边的土要它脆一些。就是为了皮脆一些，所以我们就给它再复炸一下。对，这复炸一下。好，这边就是开始复炸了。复炸的速度要求是非常快的。对。哇，如此热闹的场面，我觉得这个画面让我们觉得呢，有点像干炸里脊啊。就觉得炸立黄的状态看上去很猛的，很猛的。好嘞。复炸一遍结束，复炸的过程非常的快，我看您炸的大厨。对，复炸时间不要过长。碰它。行。好，大厨再呼唤一个盘子。对。好嘞，立黄一个个的摆在我们的盘子上，美丽而又经典的炸立黄就在我们的大厨运筹帷幄中处理结束了。当，傅老师有没有馋到你？是啊，营养丰富的立黄，美味的炸立黄，第一道菜。赶快吃起来喽！哇，吃立黄喽！哇，你瞧这么大的一颗，哎呦，里面有汤汁哎！你看，这个海蛎子呢，最主要就里面那个鲜汤。哇，这外边的核很脆，真的是非常的鲜美。这样说也太好吃了吧！这个海蛎子我原本以为说炸完之后呢，会把它本身那种嫩嫩的感觉失去掉，变成干干的海蛎子。但是它恰巧是外面是酥皮，咬下去之后，里面热乎乎的是软乎乎的那个海蛎子肉，还有鲜鲜的海蛎子汤儿。对。老师您觉得怎么样？不错，非常鲜。外脆里嫩的。最主要就是说能学会这个技巧啊，在家可以吃到美味的海蛎子了。没错。就是海蛎子这个核吧，在家里炸虾也可以。真的是做个那个脆皮虾。脆皮虾，对，把我们家里的扇贝塞的扇贝煮成炸碎肉的，然后用这个核炸也可以。那么今天呢，大厨来啊，不能光带一道菜来。说说今天第二道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道菜吧，也是那个肉末海茸筋。肉末海茸筋用到的主料有海茸、五花肉、葱姜蒜、干辣椒、香葱。好嘞，大厨，咱用这个给它泡发好的。您告诉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干的泡成这样？这个泡发吧，它是也是有一个技巧啊。就是说这个吧，我们这个干的吧，在市场上吧，到处都有卖的。而且价位吧也比较大众。那么在买回家的泡热的过程中吧，一般吧就是如果不急的话，用凉水。用凉水浸泡吧，需要吧就是说这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如果你要急的话，快的话就用温水。用温水的稍微热一点的水吧，就是说浸泡吧，需要就是20分钟左右。你看不是太久的时间就可以把它泡成这样的。比我们泡木耳或者是我们发那些那个菇类要容易得多了。对，要快。因为它里边吧吸水性比较强嘛，它空气比较大嘛。全都是空气，你看像个梯子呀。对。大叔，您像变魔术一样。对。下边吧，因为它的这个比较长，吃起来不大方便。那么下边我们给它改一下刀，再给它改成小段的那种。对。哇，您别说，这个菜吃起来真挺新鲜的。这个是不是发出来之后，它发的量还是挺多的？发量吧，在家庭刚才这一盘吧，就是一包。要在家的30味的吧，用一半就可以了。对，吃不多，真的不会。对。
哎呦，你看大平，您今天切它的时候，怎么感觉怎么可爱？很像切意大利面那种卷的那种。哎，对，意大利粉，意大利粉也很像。我觉得大厨啊，今天这个菜算是个新奇东西，是新奇东西。我们大家不了解它，老师您给我们讲讲，它有什么样的自身的营养特点？像这个呢，它是一种藻类，实际上就是属于低等的一种植物，在深海里面，一般它在南极产的比较多。咱现在看有很多都是南极产的这种，对深海里的，所以它这个生长的环境呢比较原始。但是呢，它这个藻类它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蛋白质含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富含了很多矿物质。你像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弄那个螺旋藻来当做保健品来吃，没错，螺旋藻的对螺旋藻类的这个呢，实际上呢也是富集了这么多的营养。那么而且呢，它有最大的优点就是脂肪含量很低，对这种不囤积脂肪。你一说它跟螺旋藻有点像，我觉得哎呦，它真是很像哈，微型的那种是微型的藻，这个是大的，但是它的营养呢还是比较棒的，属于典型的低热量美食，而且呢营养丰富的。你要想减肥控制体重都可以吃这个，又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食物。是说来说去，总之这个食物真的是很棒啊，很好的食材，尤其是老年人只要咬得动，能吃比较筋道的食物啊，像糖尿病人、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都可以选择这类食物来吃。藻类，哎，那咱这边那么盖完刀以后啊，因为它总体来说是海里的一种这个蔬菜嘛，没错。所以说吧，我们要焯一下水，去它的腥气。像我们做海带这个都要焯水，对，都要焯一下。海里面的这些焯一下水，去海腥味。但是吧，焯的时间烧开水一烫就行了，一定不要说时间太长。它呢还算是一种哈，相对来讲呢，离我们有点小远的蔬菜，是南极产的，南极采过来啊也不容易的。好嘞，这么烫一下就可以了。好嘞。好嘞，现在我们的海茸筋呢已经烫过水了，烫完之后您看到了，它比刚才还要再滑弹一点点。那咱正式的做啊，开始烹调。首先我们要倒油，来点油。今天的油呢是健康新时代呢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青岛胡姬花的古法小榨花生油，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有浓浓的花生香味，并且非常适合家庭烹饪。希望你在家里面试一试胡姬花的古法小榨花生油。这时候在锅中来一点，然后咱第一个步骤，要干嘛？倒点油。第一个步骤吧，这个要把这个肉末海茸筋吧，要把这个五花肉末选料的时间已经，因为这个海茸筋吧，它吸油水比较大。对，所以说吧，对，这要对，所以说吧，为了增加它的香度吧，这一定要选用这个五花肉才能有点肥肉在里面的那种。对，五花肉切丁最好了。其实你看啊，大厨，您今天做这个菜呢，是肉末和它配，让它吸油。对，我想说它这个东西它本身脂肪很低，但是它能吸大量的油。对，能吸大量的。所以做这道菜的时候，你要想好吃。比如说香，那就应该多放一点这个肉类，然后呢，它就吸进去了，所以就好吃了。但是呢，从营养角度来讲呢，荤素搭配，荤素搭配比较好。如果你要想减肥，还是素吃。对，好。那其实你看，孙厨，咱今天做的是肉末的海茸筋，那还有没有别的吃法？这东西？这个食材吧，吃法其实很多啊，它可以吧煲汤。用它煲汤，煲汤它的味道还有口感吧，也是很棒的。它鲜度很大，就跟我们海带一样。就跟海带，裙带一样。对，像裙带菜一样，没错。实际上咱煲很多汤都是放一点海带啊、对，取它的鲜味儿。对。其实您这么说的话，就是说所有海带、裙带菜适合做汤品的菜品，都可以把海茸筋放。可以煲汤，对。可是大叔，我再问一下您哈，咱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它凉拌吃？对了，这就是我刚才要讲的。这道菜吧，就是说最好吧，就是凉拌。用这个维达美啊，把它拌一下。然后直接就拌它对，然后就吃起来就跟海肠一样。哎呦，又是海鲜又是海肠了。对，真的。觉得这海茸筋很特别。我感觉是不是要放一点大蒜？没错，放一点大蒜，然后放一点维达美酱油，然后呢直接凉拌，绝对是个低热量的减肥餐，好吃，非常非常好。对。这边我看呢，我们的孙厨呢直接把辣椒放进去了。为什么之前我们不把这个辣椒干香呢？因为先把这个肉香味吧，肉本质的这个里边的猪大油把它烤出来，放上辣椒吧，要是炒糊了，这样的话爆出有香味了以后啊，把料头把它放进去，把它煸一下。这道菜吧，其实也叫这个干煸的，算是干煸的因为速度要快，不要加水，不要那个什么，因为它吧，如果加水的话吧，它的香度就没有了。就是直接它是干的这个肉末炒完之后，它属于那种快火快炒的菜。没错，香味炒出来以后吧，我们小朋友
因为海苔嘛，少放一点点醋，来点醋，放一点米醋就行了。料酒一点点，料酒一点点。然后再加上这个味达美酱油。好，再来点味达美的酱油。其实他们的比例呢就是随便了，就是看你自己的感觉。对，你看炒完了以后吧，火一定要急要快，这个要快火的。对，好，哇，又是一道比较劲爆的感觉菜品。其实你看这道菜啊，我觉得吃的时候有时候第一吃新鲜，第二你认识了它之后呢，我相信你觉得如果说喜欢吃这一口，你在家里可以常做，不难，多家常的一道菜。是没错。对。多加一点盐，我感觉要放的少一点。对，盐，多加盐。因为本身海里的东西啊，都会有一点咸味儿和鲜味儿，所以这两个放的要少。然后再放一点点我们的鸡粉。对，放点快炒的。对，你看，快炒。我发现咱们这个炒完之后，它表面油光锃亮的。对。一条这道菜啊，第一吃新鲜，第二吃它的营养。现在我们就要正式的出锅。对，出锅。好嘞，出锅了。出锅之前吧，我们放上一点香葱，提显它的色泽。来点小葱。它的颜色比较快了，配对了。哇！大厨今天烹的这道小菜是一个新鲜物，希望你呢在家里面试一试。来，我们伴着这个热气腾腾的感觉，伴着呢整个我们能够闻到的这种辣椒的干香味，我们一起来感受它出锅的这一刻幸福的滋味吧。这道菜它的味型呢，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鲜中带一点的辣，带一点辣头。我看那个干辣椒啊，烹了好长时间，干香的。说实话，我看到它的时候迫不及待想伸出来筷子尝一尝它。没吃过的东西，永远觉得那么陌生。对，这个味道你尝一次才能记住。会不会被它征服呢？咱们尝尝才知道。我吃它好有情趣的感觉，感觉像活海参一样。口感确实不错，口感绝对跟活海参差不多，真的。真的很像活海参，又有点像海带节那个最韧的那个部位。没错，其实我觉得它更像的还是活海参，因为我们大家吃活海参吃什么？吃那个脆的感觉，就吃那个嘎吱嘎吱一咬起来咕噔咕噔。对，这个就有那种感觉。对，不信我们吃的时候你能听得到。老师，咱们再吃一下，奏一段悠扬的乐曲，来，咱们听一听。你听，这种咯吱咯吱的声音，非常足的，每咬下去一口都没有咬劲，好吃。其实大叔，我觉得这道菜你看还是蛮吸油的，咱刚才用了一些油，对，包括五花肉这种油，看不到了，对，没错。所以说它吃起来才这么香嘛。对，吃起来很香，而且这个肉味儿都让它吸得很足。所以有热炒的时间吧，最好你用五花肉在家庭啊，切片也好，切丝也好都可以。用腱子肉，我觉得煲一个汤应该能好，是不是？腱子肉咱们经常煲海带煲汤用干的直接放进去煲就可以了。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光菜市场中的时候呢，你可能都把它疏忽了，它一直安安静静的等待着你发现它，但是你一直错过了它。今天算是你跟它第一次的一个邂逅，接下来你们会不会产生一段浪漫的故事呢？